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山梁上，竟然发现有一个寨门。这个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处，我站的位置呢是贵州习水县三岔河镇的天水池村。翻过这一片山呢，对面就是四川。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，山上冒出来一个石笋，酷似一个石头人。那今天呢，阿泰就带大家一起进山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峡谷里面还真是漂亮啊！我现在已经在走步行小道进山了，从这个峡谷进来的。刚刚进来的时候啊，就碰到他们施工的一个开车的，他跟我说车开不进来，结果我走进来才发现车是可以开进来的。然后路上遇到他，他说这里面不让拍照，我估计他们是在开发旅游吧。这一路进来啊，我跟大家说，有起码5、6个地方啊，就是顺着峡谷进来，大概2公里多的一个路程。有5、6个地方，它的那个地貌就类似于赤水的那个佛光岩瀑布的那种形状，有5、6个地方。如果说在夏季的时候，丰水期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些地貌的上方都会有水流下来，非常的漂亮哈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5、6月的时候啊，真的可以走这条峡谷来看一看，绝对会很壮观。走了2、3公里的峡谷，还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啊！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一会儿才能看到那个石笋柱啊。往往这种比较稀奇古怪、奇特的景观呢，都是在大山深处。哇！已经看到了。不过这里有点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山顶上，看到没有？这还真是一条茶马古道啊！想必在几十年前，云贵2省的百姓主要来往的一个通道啊！要爬这一座高山，我现在才爬到一半。对于这个地方交界的2省百姓来说，这哪里是通道啊？这明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啊！这种峡谷里面的这种小水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！还要继续走啊！对，这条路噻，你们以前一直都是这条路啊？你们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贵州的吗？天水池啊，那边属于四川。对，你们两边都有很多都有亲戚哈。哦，对，这条路应该是走了好几十年的，100年了。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有恒心、有耐心，像这些石梯步。都是100年前就已经弄好的，多少人踩踏过？看一下，这个表面都是踩的这种光秃秃的。你想象我们人过去只能踩一下，这要多少个脚步的踩踏，才会形成这种光秃秃的这种石头面？这是祖祖辈辈好多代人长期走的一条古道啊！哇，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寨门，我的天！哇，这个寨门应该是修建于上100年前了，正好是拦在这个山梁之上，而且修得非常的厚啊！大家来看一下，修了100多年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，这个修得相当的好啊！这个寨门它是修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，正好在这一个山梁上。
那么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？因为以前这个土匪猖獗嘛，修这一个寨门的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挡土匪。这个是两省交界的地方，相对来说比较靠边嘛，管理上也比较薄弱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经常发现这种抢人抢劫的事件。然后再后来呢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就在这个地方修筑了这一个寨门。上边呢还有设有哨岗，这就是这个寨门的一个历史啊。所以在这些石头上面，处处都记录了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印记啊。这就是云贵两省的边界，下方是寨门，这边属于四川，看一下，都是荒郊野岭。然后这边属于贵州，同样是荒郊野岭啊。从这个寨门这儿上去呢，就会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，那个石头人的位置啊。哇，今天走到这里来，走了1个多小时啊，朋友们，大概接近于4公里多、5公里的一个路程，而且是爬山、爬山再爬山。以前的人是真有恒心啊，在这个相当于垂直的石板上，用站子打了这么多的石梯。哇，到了！哇，就是这个石笋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巅上的这个石笋啊，真的是非常奇特。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山梁。而且它下方的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上面呢刻了好多的字，这些是哪些人来刻的？这也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人刻的，因为这个字的印记啊，都已经是很光滑了。哇，我现在正好坐在这个云贵交界的这个山梁上，前方这儿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石柱笋，非常的震撼。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。整个石头的下方是都比较光滑的，然后正好在这个位置，哇，真的是剑指苍穹，剑指蓝天，非常的震撼。它是怎么形成的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啊！然后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，这儿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有缝隙的，这个石头，对吧？然后这儿呢还有人走上去，这些又刻了好多的字，这个都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留下到此一游的这个印记吧。连那个上面都还刻有字，这些人干嘛呢？就在这里刻字。再看一下这边，其实这层石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对吗？这里有很宽的一个缝隙，包括这些地方，包括上面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缝隙啊。朋友们，这个视角太震撼了哈！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我宣布说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是不是像一个原始人的一个头部？看到没有？前边张开的嘴巴，然后鼻子里面还有鼻毛长出来，还有眼睛，对不对？眉骨也很高，头上还带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就是一个远古时代的猿人，非常的形象啊。然后有点驼背，对吧？太像了，有没有朋友们？这个视角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啊，因为刚才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，现在我才发现这个视角太牛了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真的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就像我身后的这个石柱笋，它屹立在这个山梁之上，对吧？两边都是悬崖峭壁，正好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一棵20多米高的这个石柱笋。它的形成过程呢，可能也非常的奇妙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咱们贵州在亿万年前其实是海底世界，对吗？在远古时代水下的时候呢，这些地方可能就有暗流啊什么的，慢慢的就把这个石头呢进行剥蚀，对吧？进行剥离。那在亿万年前呢，这个海底冒出来，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山峡谷。
那么这个石柱笋所在的位置呢，在山梁上，那它又经历过数千万年的这种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，不断的慢慢的剥蚀呢，就形成了今天这么绝美的奇观，对吧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